华为第2代3折叠来了，现在整个右边全部都是触控板啊，这个盖儿快速拔一下，再收回来就切换回来，唰，中文。 你可以在3折叠上面直接用 PC 版本的 WPS。首先，我们来快速过一下硬件升级啊。这次一共有4款颜色，不像之前的只有黑色跟红色，这次新加的这个全新的白色叫皓白。这个颜色呢是有一点点偏灰白的颜色，相比于纯白色还是相当高级的。第2个新颜色是这个锦紫，是这种非常深邃的这种紫色配色。另外还有跟上次一样的颜色啊，黑色跟红色。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其实这个同样的黑色颜色，它跟上一代也有区别，就是你会发现它这种边框的部分，这个颜色升级为了沙金色，不像上一代是那种非常亮的那种纯金的那种颜色，不是，这次变成浅金色了，更高级了。外观上面第2点升级啊，就是除了颜色之外，你会发现啊，它背部带了一些浅浅的纹理，对吧？相比于之前那种纯素皮的后壳，这种带纹理的显得更加的高级。 更加的尊了。再下一点升级啊，就是上面这个是 Xmage 上面看到没有，加了一个全新的红枫影像的摄像头，哎，让它的拍照颜色更加准确了。同时，这3个摄像头呢，其实也有升级，它这次全部都是 RYB 了，它的超广角以及主摄也变成了 RYB。同时，它超广角摄像头的像素呢，从之前的1200万升级为了这次的4000万，拍照效果更好了。再下一点啊，在关于本机里面处理器麒麟9020，朋友们，这么多年，华为终于有一款新机开始公布自己处理器型号了。相比于上一代3折叠啊，性能也提升了不少。同时，这台机器呢，也支持了 WiFi 7+。 在局域网的情况下面啊，它的网速会更快。那配合相机升级啊，这次它也加入了 Xmage 影像风格，可以有不同的个性色卡，也可以调整自己的参数来分享给别人。而它现在呢，也是支持了 AI 辅助构图，哎，跟之前的 Pura 80上面的功能是一样的。那这次除了手机硬件本身的升级之外呢，它的配件也有升级。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它终于现在支持了手写笔，这是华为第一个支持手写笔的3折叠。这根笔呢叫做华为的 M Pen 3。这根手写笔，这个手写笔呢，它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硬件啊。首先它上面呢是有3个按键，这个。 上下2个按键，这个还专门有一个单独的按键，同时把这个帽一拔开，哎，里边有一个 C 口，可以进行 C 口的有线充电。上面这儿还有一个指示灯，如果你这样来切一下的话，你看这个指示灯会亮起来，来提醒你不同状态，有时候是绿色，有时候是白色。这个笔尖呢是这种软笔尖，你看它稍微带一点点那种弹性，是吧？这种软笔尖它是不会损坏这个3折叠里边这块内屏的，你看在上面使的时候也不会留下痕迹。 不用担心损坏。那么这根笔呢是有2种模式的啊，第一种就是普通的书写模式，在普通书写模式下面，这几个按键是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啊。上面这个键摁一下，哎，它可以换出这样一个快捷栏，可以小一圈选，可以全局批注、一键摘录跟速记。这个功能呢就跟 M Pencil Pro， 就是跟那个平板上面那个手写笔捏压笔身的那个功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下面这个键。 摁住它，在屏幕上面画圈的话是小一圈选，可以直接让小一帮你搜图啊，或者直接问小一。那它还有第2个模式，就是空鼠模式。空鼠模式怎么快速切换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盖儿快速拔一下，再收回来，看到没有？有一个圈就切换回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再切一下，啊，又切回来了，是吧？就像是那个武士拔刀一样，啪，是吧？一下，哎。 就切换回来，特别帅这个动作是吧？那在空鼠模式下面，你看它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小点儿，这时候按照上面这个键就是空鼠键，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激光笔，它上面是有一个红点的，我就可以在做演示的时候用这根笔来指了，比如我指这儿、指这儿、指这儿、指这儿，是吧？就可以指了。那这时候，比如我把空鼠放在这个上面，然后摁一下这个空鼠键，你看就是单击，是吧？比如我再放在上面，放在蓝牙上面，单击是可以单击的。如果想返回的话，可以双击上面这个按键，双击就可以返回，就是 back 键。那如果在抖音里面是可以这样上下翻页的。 看到没有？用这个笔上下翻页，播放 PPT 的时候也可以用它上下翻页。那如果在抖音里面啊，双击这个空鼠键，双击它就是点赞，而且不仅可以在3折叠上面来做这个空鼠啊，如果你投屏的话，比如现在我这个3折叠投屏到这台 Mate TV 上面了，在投屏端的下面，我也是可以用这个空鼠来做这个激光笔的，看到没有？这小点儿，而且呢，你还可以在上面点击，比如这个我想看这个，点击就进去了，双击上面这个。 啊，还能返回，直接用它就控制，像遥控器一样。如果在一个读书软件里面啊，这个就变成上下翻页了，这个特别方便，是吧？我把这个3折叠支在这儿，然后用它可以远程翻页，我就可以靠在沙发上面来直接看书了。那这根笔呢，支持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啊，就是它在这个3折叠上面，它是支持滚动批注的。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我在随便一个软件里面，什么软件都可以，在这软件里面呢，从右上角往下一滑，哎，就换出一个快捷方式，有一个全局批注，看到没有？我点它，现在你就可以批注了，对吧？我画圈批注。 这个很正常是吧？很多的手机或者平板都支持这个功能。但是如果我在这儿用手往下一拖，它是可以上下滚动的。我还可以再批别的，我还可以再往下拖，还可以批别的，比如这个啊，我是可以滚动的来进行批注的。这个真的太方便了，你不需要截一个屏，然后上面画一下，然后批注保存，然后往下滚一下，然后再截屏，再去批注，再保存，非常麻烦。现在不需要，你可以这样画完之后，直接把它保存成一张长图。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分享为图片，保存。 好，直接保存到图库。你看，这就是我刚才保存那个滚动批注的那一张图片了，全都保存下来了，就像是在滚动截图的同时加了批注功能，
相当实用。这还没完啊，它不仅是支持滚动批注的功能，我还可以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啊，就是我在全局批注里面，这儿有一个语音的一个小按钮，看到没有？这个语音的小按钮是语音批注的这样一个功能，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点击这张图片，直接点这儿，这张图画的有点丑，你看，直接批注上了。然后我再往下一滑，我点这个，这张图做的不错，下次可以继续做。那我现在批注这内容怎么保存呢？我也可以把它保存成 PDF 或者图片，比如我就保存成图片。刚才我做的语音批注，语音输的这个文字直接就出现在批注上面了，这个也太方便了，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啊，然后别人做了一张图，我就可以在上面圈选，然后直接语音输入，然后批注，保存成图片，直接把图片发给别人。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去微信里面再语音再发给他们，不用了。除了手写笔之外呢，这次它这个键盘也有升级，我带来了上一代键盘，这是我自己买的一个键盘。这键盘呢，说实话啊，能用没有问题，但是体验不是特别好。一个就是因为它这个键帽有点小，同时带一些分割的这些比较大，敲起来跟我们普通的键盘不太一样。同时，这个小的触控板有一点点太小了，就是摸起来体验没那么好。现在新的键盘来了，这个键盘怎么解决刚才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它把整个键帽全部都放大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代的键帽，差距非常大。你看。这个 U 这个键是吧，差距特别大，每一个键都变大了，这样敲起来的时候，你的误触的这个概率会变低。那么第二点，这个小触控板去哪儿了呢？现在没有触控板了，现在整个右边这半部分全部都是触控板。怎么触控？看着啊，这个功能我第一次见的时候我惊呆了。我在这个整个这一面上面随便摸哪儿，它都是触控板。现在变成这么大个一个触控板了，这个触控板甚至比很多笔记本的触控板还要更大，而且它不仅是可以跨键帽来使用这个触控板，在某一个按键上面，比如说 L 上面，它也是可以动的。是吧？特别的灵敏。如果想点击的话，怎么点击？我直接在上边轻触，就打开一个新的了。也可以3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返回了。3指上滑停住，打开多任务。然后3指上滑，比如我放在中间，可以进入全景多窗。在滚动页面的时候，也可以双指上下滑动滚动页面。我的天哪，这个体验！这些功能就是跟平板上面的那些触控板的那些功能手势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在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触控板上面可以实现。但是这半边的触控板呢，你就没办法摁下去了，它不能像普通触控板一样有那个摁压那个来右键的那个操作是没有了。你看现在如果我点一下是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摁下去的话。现在其实输的是 K 键。不仅如此，这个键盘的形态上面呢，其实也有一点小的改变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键盘相比于上一代变得更小了，它上下的这个宽度变得更窄了，同时两侧的宽度也变更窄了，它整个小了一圈。它小了一圈什么好处？就是它现在这个大小跟3折叠折叠起来之后这个大小几乎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把它放在裤兜里面来带走了，就这样直接就放裤兜里面了。你把一台随身电脑直接放在裤兜里面了，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随时掏出来。展开3折叠，展开键盘就可以办公了，甚至它这个磁吸跟3折叠磁吸还能再对在一块儿，能吸住一点点，是吧？就仿佛好像就这么设计的一样，但其实不是这么设计的啊，还能同时保护这边屏幕，看是带磁吸呢，哇，相当方便。上一代你看比它稍微大一点，你看这优化，它甚至键盘都是做的手机同色，你看现场是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你买完手机之后，你配同颜色的手机壳，还可以配同颜色的键盘。是不是非常细？配件下一点升级，它的手机壳就是这个包装内的手机壳呢也有升级。它这次呢不仅是颜色，它多加2个颜色。你看我现在是白色，它跟机身是同色的。那如果是紫色就是紫色的壳子，黑色就是黑色壳子，红色就是红色的。同时它这个还带了一个盖板，之前是没有这个盖板，是吧？只有后半边，现在加了一个盖板。它好处就是我可以把屏幕现在可以保护起来了。你看我现在给它装上，这样盖上之后呢，你看这边这块屏幕就完全都覆盖起来了，这样你就不用怕这东西搁兜里或者包包里把屏幕刮花了。而且你在盖上这个盖板的时候，看。就跟其他的 Mate 手机一样，这边也会显示时间、日期这种，这把半屏显示，啊，适配的非常好。那后边这个支架呢，跟上一代一样，也是可以这样支起来，同时也可以旋转的这样一个支架，不同的角度都是可以立住的。那这个壳子呢，对折叠它也是有优化的啊。比如我现在把它全部打开，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哎，这壳子自动就吸在后面了，这地方带磁铁，自动就吸在后边了，一体感特别好，而且这边还带个小揪揪，哎，可以这样拿着，而且四周围你看，全部这一圈都给你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任何一个屏幕的区域刮花被磕坏。这次啊，这个新3折叠搭载的是全新的 HarmonyOS 5.1这个系统。这套系统相比于之前4.几这个系统啊，就整体变得动画更加的流畅，更加的丝滑，动效也变得更好了。你看这个亮一下、按一下，对吧？这种细节都做得更好了，同时也可以用什么大模型小艺啊这些旋钮功能、拖拽小艺这些功能全部都有了，跟 Pura 80系列直接拉齐了。但是呢，这套 HarmonyOS 5.1呢，其实针对3折叠是有优化的。第一点优化就是，你看它整个展开之后，它是3个屏幕并在一起了，不像之前就是2个并在一起，是不是？现在是3个，这才证明它是3折叠，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这时候把它合一个，哎，就变成俩了。这时候多合一起变成1个、2个，是吧？3个，哎，这才叫3折叠嘛。应用里面呢也对3折叠有适配啊，就比如说我在下厨房里面来开一个菜单，你会发现啊，它这个做菜的方式也是3分屏，这边是这个菜的这个名字以及它的图片，这边是它的用料
是吧？有什么用料，而这边是步骤。是吧？你可以一次看到所有这些信息，这个是普通的这种2折叠或者这种普通直板手机没有办法带给你的这种体验。再下一点重磅更新，就是这次啊，在3折叠上面加入了 PC 应用，这些应用啊是之前啊在平板上面刚开始上这些应用，这些应用就是跟鸿蒙的这个电脑是同样一套应用，是吧？现在不仅下放到了平板上面，还下放到了手机上面，3折叠成为了第一个。你可以在3折叠上面直接用 PC 版本的 WPS， 你看上面这些菜单栏是吧？什么开始插入页面这些全部都是 PC 版本的。跟你在电脑上面、鸿蒙电脑上面使的几乎是一样的，99%都是一样的功能。除了 WPS 这个 PC 级应用之外呢，还有像什么易图、脑图啊、万星图示啊、东方财富等等，这个很重要。这个叫 One 的金融终端，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应用呢，据说是一个金融人士都会使用的这样一个应用，它是需要扫码登录的，它也有手机 app。但是如果你用安卓的手机来打开这个应用的话，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扫码来登录 PC 版本的这个 One 的。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3折叠上面，直接把 One 的这个整个应用全部搬过来了，你可以直接上面来看大盘了。你看进去之后就长这个样子，跟你在电脑上面使的这个 One 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同时，这个软件其实非常贵啊，订阅费据说是1年10万块钱，是真正的就是企业里面来给自己的员工来使用这样一个 app。相信会有不少的金融人士知道这款应用，也相信因为这款应用的 PC 版本直接上了这个3折叠，也会有不少金融人士来买3折叠。那现在呢，在华为这个 App Gallery 应用市场里面呢，是专门为这个3折叠做了一个 PC 应用专区，在应用里面 PC 应用马上用这些应用啊，都是 PC 级的应用，就是跟你在电脑上面使的应用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打开了一个 PC 应用，这时候你把它合起来变成普通的手机模式的话，它会在这个岛上，你看这应用直接退出了，同时它会显示这个东西在后台运行中展开至3平台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这个 PC 级应用呢是只有在这种展开态才能使用的，这是一个专门针对3折叠展开态来适配这种 PC 级的模式。再下一点还是重磅更新，现在3折叠呢也支持自由多窗跟全景多窗了。这个东西在哪儿呢？在控制中心里面，这有一个自由多窗，看到没有？点击它之后，现在就变成自由多窗模式了。这个模式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开一个浏览器，小窗浏览器，看到没有？这个小窗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是吧？没问题，可以随便挪它的位置。看，而且这个倒扣栏在挪的时候，倒扣栏还会有一个动态避让，这丝滑的动画是吧？那同时我还可以开多个窗口，比如说我不仅开这个，我再开一个下厨房，又是一个这种小窗，就跟你在 PC 上面用的是一样的，有前后关系，往下一挪，倒扣自动避让，是吧？可以放大缩小。一模一样。而如果你的 WPS 啊开多个窗口的话，你还可以在自由多窗模式下面啊，把某一个这个窗口直接给它拖出来，就像你在 PC 上面一样啊，一个用多个窗口。你看我长按它，拿出来，看，你看我 PPT 在上边是吧？这个 Word 在下边，你看跟你用 PC 一模一样。但是这是一台手机啊，你要记得，这是一台3折叠手机啊，在手机上面拥有 PC 级的体验。这感觉是不是只有3折叠能给？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在自由多窗模式下面啊，来从图库来拖照片，拖到你的文档里面，拖到你的 PC WPS 里面。比如这张照片，你看我长按它，把它拖出来到这个 Word 里面，一撒手，这张图片就直接插到我的这个 Word 里面了。你看，就你怎么用 PC 就怎么用这个3折叠。除了自由多窗之外呢，它还支持全景多窗啊。比如说我现在把自由多窗关掉，全景多窗呢其实就是一个手机版本的这样一个多窗的功能，它同时可以打开多个应用。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备忘录，看备忘录之后往上一滑，这边有一个分屏。是吧？然后我再开一个笔记，开完笔记之后，我再添加一个窗口，再加一个浏览器。你看它现在就进入这个全景多窗这个模式了。你看它可以同时显示3个手机版本的应用，1个、2个、3个，这效率是不是非常高？每一个窗口还可以同时调整大小。你看我这边往这边一挪，看这个变大了是吧？往这边一挪，哎，又变大了。两侧的这个应用它就跑到两边去了，现在就变成一个大的平板版本这样一个状态了。这边一点，来换成刚才浏览器，浏览器还可以变大，回来点它，备忘录还可以变大。点，来回切换。那这次呢，小易也有升级。第一点就是小易支持了连续翻译功能。连续翻译功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开了一个 China Daily 网站，全部都是英文，我有点看不太懂。那这时候呢，我长按这个按键来唤出小易，连续翻译。好的。看，现在就进入了连续翻译，看，歘一下，整屏都翻译了，看到没有？现在整个屏幕都变成中文了，好像仿佛这就是一个中文写的这样一个网站。而且底下你看这个小红条是吧？它也是这种一直在闪烁，说明这个小易一直在后台工作的这样一个小红条。你看往上滑动，整个这个页面全部都变成中文了，不仅是普通的这种变成中文了，这上面这些也都变成中文了。那我再随便点进去一个，看刚开始是英文，看到没有？唰，中文，太爽了！随便点进一个，英文，唰，中文。就是说，你不仅是在一个网页里面，它会变成翻译，它随便开一个网页都可以翻译。这样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就比如说我开多个应用，比如说这边是浏览器，然后同时我把它这个自由多窗一下，这边我开一个备忘录，再加一个微信，对吧？你比如说微信上面你再跟一个老外来聊天，然后你这边呢再看了一个英文的这个东西，同时备忘录也是英文的。有时候有些购物网站它的客服也是在网页上面才能使用的，3个应用是可以同时翻译的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点击这个小红条，你看。
它会问我选择需要翻译的屏幕，3块屏幕，我点击确定，全部需要翻译，刷。看到没有？所有的应用都变成中文了，同时进行翻译，多应用同时进行翻译，而且是实时翻译的。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实用了。小艺下一点升级，现在支持了小艺知识库，这有点像收藏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文档，不管 PDF 啊还是什么 Word 啊，都可以喂给它。喂它之后呢，你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知识库。你不仅可以在这里面让小艺来帮你调用这些文档来回答你一些问题，同时它还可以生成一个播客。比如你给它喂了很多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文档，然后生成播客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男一女2个人来帮你来汇总你发的这些内容。当然这个功能现场演示可能时间有点长了，后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在深度评测里面再给大家详细展示这个很有意思的功能。还有一点点小升级啊，就是现在非凡大师有了自己的 logo， 你看上面这个华为 Mate XTS Ultimate Design 上面有一个小花瓣，是吧？这个就是全新的非凡大师的 logo。那么这个 logo 呢是不会出现在手机上面的，但是包装里面是有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华为 Mate XTS 这款手机啊，它虽然是一个 S 代，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这款产品的这个升级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在有了鸿蒙5的加持下，再加上全新的配件以及这些 AI 功能，让 Mate XTS 啊它不仅是一台折叠屏手机，同时它也是一个折叠平板加上一个折叠 PC。我觉得相比于上一代的 Mate XT， 可以说是一次全面升级。那不知道各位看这视频啊，觉得这个第2代的华为3.6表现怎么样呢？你们会选择购买这个平板吗？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来告诉我们。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给我们一键3连，最后再点一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